Hello，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 Crypto Tricks。回顾一下前几期视频，我们已经根据 Masari 2022 Cryptoxidis 的前2章内容，作为 guideline 为大家做了提炼，以及分享了我们的一些思考与见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讨论关于第3章有趣的几个话题。第3章 Ryan 主要围绕比特币发表了他关于比特币的10个思考，所以这一期呢，我们也将围绕比特币展开讨论与分享关于比特币的一些 insights。关于比特币呢，一直被形容为数字黄金，它的出现引发我们重新对价值的思考，对金钱的重新定义，还有对资产的理解。在 Stone Ridge 2020 Shareholder Letter 中提到，什么是钱？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科技就是金钱，钱是为我们明天消费买单的科技。现如今的美国，随着股票处于低价位，债券的实际收入为负，通货膨胀持续加快，比特币是机构转向抗通胀、价值存储资产的最佳流动性赌注。虽然它不会是唯一获胜的加密资产，但它将继续拉升资产类别的其他部分。加密货币在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中可以迅速的取代债务。前面那个 Michael 说到了比特币会被形容成数字黄金，然后其实经过那个疫情和战争啊，我对这个定义有了一些重新的思考，就是比特币到底是数字黄金还是风险资产？因为就是这边图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就是在大的动乱发生的时候，随着疫情啊，特别是疫情2020年3月份疫情一开始，比特币是跟着那个风险资产、美股等风险资产一起下跌的，等到美联储确认放水降息后才一路上涨。这一次的战争也是这样，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比特币没有跟随黄金一起上涨，而是随着消息像美股一样起起伏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在战争期间，比特币还是比美股抗跌的。究其原因呢，我想还是加密货币市场变大，还有投资者结构发生的变化。当2020年比特币市值仅100亿美金的时候，参与者大多是非专业投资者和那些比特币的信徒，大家的风险资产，大家风险偏好都比较高，比特币价格很容易被炒作，从而强化比特币和避险资产的一个关系。而当比特币市场来到1000亿美金的时候，专业机构、投资者逐渐进场，而他们并不会轻易的为避险资产的故事买单，可能仅仅将比特币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中的一环，而且属于资产配置中的中高风险资产。但是我相信啊，随着比特币的普及和接受程度的提高啊，比特币的价格一定会稳定在一个值，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频繁波动。因为比特币总量是一定的属性，大概2100万枚，它终究有一天比特币会成为数字黄金。如果我们相信比特币有一朝一日能成为数字黄金，并且市值达到或超过黄金的价值，假如这一切发生在10年内，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如今那个市场上比特币和黄金的一个市值的比较，比特币的市值大概是在0.8T trillion 左右，然后黄金的市值大概是在1.3 trillion 13 trillion 左右。大概是16倍的涨幅，不管放到什么资产上，这个投资收益比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比特币目前看来啊，它的波动率还是很大，但是这次那个俄乌冲突，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些积极意义的。因为美国和欧洲疯狂没收俄罗斯富豪在全世界的资产，比如说迫使那个球队老板卖球队，没收俄罗斯富豪在美国的资产，没收他们的游轮，没收他们的飞机，这神圣资产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就大家听听就好了，千万不可当真。你的美金从来都不是你的美金，只有当他们就是美国说这是你的时候，它才是你的美金。比特币它匿名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制裁你的财产，真正的做到了神圣不可侵犯。气急败坏的美国等西方政府啊，只能勒令交易所限制俄罗斯人的一个交易，但是几个主流的大的交易平台都明确拒绝了，说和我们的加密精神服。只有 Coinbase 最近好像是同意了这个做法，毕竟没办法，人家是美股上市公司，他们为他们的股东负责。我觉得此件事情之后啊，就是可以想象西方对加密货币的一个监管肯定是日益趋严的。但是我一直相信啊，就是有监管肯定是好事儿，越严的监管方让人们越有兴趣去了解以及进入加密货币区块链
这个领域中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OK，正好刚才谈到了这个加密货币，那我们就不得不从就是刚才讨论的比特币开始讲起。也就是它的意义对区块链信任是从第一原理上具有颠覆意义的，对后来出现的不同应用与加密货币都有着非常反响的这种影响。就是现代经济建立在多重这个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信任科技巨头、银行、保险公司、政府等等。那我们信任如此多的机构，以至于我们认为经济建立在多少层信任上都是理所应当的。当我们在某些信任假设下出生和长大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再将它们视为假设。鉴于全球复杂性，检测滥用信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Facebook 呀，或者说在美国 Marriott、Target 这种被 hack，然后还有一些大的机构被 hack，这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信任呢是人类社会构成中的关键一环，信任无处不在，它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的建立啊，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啊，然后商业中合作伙伴互相的信任，都是我们得以发展的基石。所以区块链的出现呢，我认为是大大降低了信任与欺骗之间的博弈成本与风险，来提升社会运作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是变革性的。既然 Ryan 在第3章的主题为关于比特币的10个思考，那我们首先应该来了解一下比特币的来历以及区块链的原理。区块链的流行呢，以及使用的开端是著名的比特币的创始人或团队，就是 Satoshi Nakamoto，所谓的中本聪发表的以比特币作为货币的公共交易账本的白皮书，也就是我们图里看到的，开始了数字货币的交易以及挖取。这个区块链解决了这个双重支付的问题啊，也就是叫 double spending。并且进行交易是不需要经过一个信任权威或中心服务器，从而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所以比特币区块链的设计为之后出现的加密货币、数字货币以及不同的应用都奠定了基石和提供了启发，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以及科技进步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我个人认为呢，区块链与加密货币之间它的产生的这些影响呢，都是从它解决这个信任的角度去出发的。它触碰了社会的多个维度与价值观，而且是从最初金融与经济的角度是来解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并不仅仅像是 Web1 或 Web2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只是从科技层面进行的突破，而是从整个人类社会高层的逻辑结构上来对这个社会进行颠覆。所以呢，区块链的原理并不复杂。所谓的区块呢，就是 block， 是存有数据和记录的一个数据列表。这个区块链呢，也就是 blockchain， 实际上通过密码学，也就是 cryptography，或称之为加密技术啊，将各个存有数据的这个区块链链接起来。并且就是注意这儿是区块，将这些区块链接起来之后形成了区块链。并且这个区块链因这个数据的不断增加，也会不断增长。它每一个区块中包含了这个区块上的一个加密后的区块函数，也就是叫cryptographic hash， 以及一个时间戳，还有交易数据。这个交易数据是由这种 Merkle tree 的结构来实现的。时间戳呢是用来证明交易数据发生的时间是在生成这个区块并且进行加密之前的。所以下一个区块会将之前这个区块中记录的信息加密后包含在当前这个区块中，它不断叠加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因此区块链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对之前发生过的数据进行篡改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数据一旦被记录就将无法反向的进行更改。对，关于这个区块链的管理和运行呢，是通过对等网络，也就是叫 peer-to-peer network， 以及公开的分散式账本来实现的。这个网络的参与者，就是节点 node， 需要依托一个共同的协议，就这个 protocol 就类比于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Web2 里边这种 HTTP 或者 TCP/IP 这种网络中的协议一样，来实现
这些节点之间的互相的链接与沟通，所以它可以来共同的验证这些区块上所发生的交易，所以会产生分布式的计算与认证，大家一起来验证这个发生过交易呢。每一个交易只有当这个 network 中这个网络中大部分的参与者，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节点都确认无误，通过验证后才会被记录。从 high level 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为何区块链可以大幅提高因信任而阻挠的效率，让 A 与 B 之间的交易不需要中间的第三方中介来去完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一些银行或者说这些大的机构去来实现这一部分。对，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先讲到这儿。就是谢谢 Michael 对那个就是区块链的原理一些讲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了解比特币的一些原理，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李永乐老师，他3年前大概做过关于就是区块链原理的2个视频，我们会把这2个视频放在那个就是评论区，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好，谢谢大家。